别了家乡，远渡过海洋，沿途风雨险阻往心里放，看日月交换欣喜和惆怅，眼睛就算迷茫，汗水会擦亮，收拾起行囊，把思念带上，人生在多波折，逆风而上，看笑泪交织，聚散多无常，只要有希望，就挺起胸膛。这天地茫茫，何处是我家乡？要让命运看我从来不投降。无休的故事，岁月会流传，那是因为有爱一直在身旁。这里有希望，这就是家乡。慢着，春兰嫂，春兰嫂，我们不能让亚子杀人，我们也不能杀他。为了这种人惹上官司，不值得。难道就这样放过他？当然不是，我们派人去矿区报告，叫人来抓他。也好，就看那些平时被你欺压的矿工会不会饶了你。翠荣，你现在就去矿区报告。嗯。月红，我们把阀门锁起来，在门外守着。好，就这么做。黑龙，你干什么？帮我春兰嫂！我死，你要人陪葬。放了春兰嫂。我放了他，你就跟我走。放了他。跟我走吧，亚子，不要让自己消磨在这个不毛之地了。我虽然失去了一条腿，但是我发誓，我会给你过好日子的。你休想！放了春兰嫂，马上放了他！就在前面，就快到了。我们到了！喂，有水啊！大家上去洗一洗吧。
东文兄，你也下去洗一洗吧。旺来，猪帮屁，你们看，是细米啊！从哪里得来的？在脚下，脚下。都是细米啊！难道这是细米仓？难道这就是传说中的细米仓？没错，这里就是传说中的西米仓。恭喜东文兄成功找到锡矿了。找到西米仓了！找到西米了！我一直以为所谓的西米仓不过是个传说，没想到这世上真的有西米仓。听说只有受上天眷顾的人才有这福气。东文兄，你心地仁厚，这是上天赐给你的福报。不，天门兄，这福报是上天给你的。你早就知道这地方了，对吗？我们一路走来，我发现你对崖沙的路线是已心中有数。来到这里时，你还脱口而出说到了。很显然，你之前来过这里。我这个粗人行事莽撞，瞒不了东文兄。不错，我的确到过这里。我之前和黑龙前去崖沙，中途被黑龙陷害，几乎丧命，后来侥幸不死。不过，我迷失在树林里，不辨东西南北。有一天，我无意中来到这所在，发现遍地都是细米。我怕再也找不回这个地方，就把它记下来。这次是根据自己绘制的地图，终于来到这里。天门兄，这是天意啊！这西米仓是上天赐给你的。不，你是头家，我只是个受聘的苦力。崖沙找到的矿源当然是属于你的。况且，你救过我一命。天鹏兄，我救你一命，并不是要图你这样的回报。如果我大言不惭，把这个西米仓当成是自己的，那就是违背了天意，会折自己的福的。东文兄，你想想，这矿源深藏在山林间，要开采得开山辟路，所费不菲，岂是我这个苦力所能负担的？即便是再过多100年，这西米仓也只能看不能动，对我又有什么意义呢？我只希望东文兄当了矿主后，能视苦力们如兄弟，好好对待他们。将来如果赚到钱，多做善事，那就对得起天地了。好，你说的这些话，我一定谨记在心。臭小子，老天爷对你实在太好了！我们一路上找去啊，看到满山满谷的细米，我做那么多年都没看过那么多细米。对啊，这是放屁的开心啊！我从小就听过关于西米仓的传说，今天我才知道，那不是传说，而是确有西米仓存在。现在我们立足之地，就是个西米仓。天鹏兄说，只有受上天眷顾的人，才能找到西米仓。请大家跟我一起跪谢天地。我有话跟大家说。这次崖沙成功，全靠大家齐心协力。我回去后将向我叔公和娘娘做出以下提议：成立一家矿务公司，开采此处锡矿。张荒两家各占4成股份。天鹏兄作为此处领队，居功不少，占1股。剩下1股由3位均分。臭小子，你说的可是真的？皇天在上，我张东恩在这里所说的一切，句句出自真心。那我们不是成了矿主吗？是做梦吧？不是说，哎呦，你干嘛打得这么用力啊？这样你才知道你不是在做梦吗？我们真的成了矿主了！不是做梦，我要当矿主了！我要当矿主了！
好吗？你评评理。他竟然自作主张，把已经注册在我们名下的矿地毫无条件的送给他外家堂叔黄忠。你吃里扒外，公然把我们张家产业拱手让人。你大嫂不是自作主张，这件事她事先问过我了，是我点头让她这么做的。阿妈，你是不是老糊涂了啊？二叔，别这样跟阿妈说话。是，我是老了，但是还没有糊涂到是非不分。那个矿地明明是人家牙沙发现的，你却跟矿场的卡巴拉狼狈为奸，占为己有。现在人家证据确凿，要不是看在你大嫂份上，早就把你告上法庭了。法庭一开审，你干的丑事还能瞒得了吗？到时我们张家的名声就会全部给你毁了，以后我们还能在这个行业里立足吗？这些都是这个女人告诉你的，是吗？嗯，好，那就全听她的，我不管了。我们家那2个矿地还有西米都快采完了，维持不久。等到1粒西米都采不到的时候，看谁来同情我们。那你就可以这样的胡作非为嘛？我跟你说，以后公司大小事都要问过你大嫂，我不准你再任意妄为。行，就当这没生过我这个儿子，等这女人给你送终吧。你这个无孝子！妈妈，别气。二叔，天门兄，进来吧。你不配娶白家小姐。二叔，这位是我新交的好朋友、好兄弟天鹏兄。天鹏兄，他是我二叔。张天鹏，你竟然嚣张到亲门踏户了！滚！二叔，你干什么？我不让他踏进这门一步！二叔，我不管你跟天鹏兄有什么过节，不过他今天是我邀请过来的，请你以礼相待。东恩兄，你的好意我真的心领了，我还有事，不打扰了。不，你是我的贵宾，我非好好招呼你不可。跟我来。天鹏兄，我们先到饭厅坐一会儿。东恩兄，张广达是你的二叔？是。天鹏兄，你跟我二叔是不是有什么过节？少爷，你回来啦！哎，你这位大姐，我们又碰面了。你怎么认识阿英的？这位大姐前在我受伤入院时前来探视，还送钱给我。少爷，是姨太太叫我去的。阿姨，哎，你进来一下。啊。天鹏兄，你认识我家小婶婶？你家小婶婶是不是姓白？没错，我小婶婶叫白明珠。姑张天鹏，哥，你怎么那么快就回来了？娘娘不是给你半年的时间吗？我让娘娘失望了，牙沙实在是太辛苦、太危险了，我吃尽了苦头，几乎连命也丢了。
向我半途而废，这次一定要娘娘一顿骂。你别担心，我跟你一起面对娘娘，我帮你说话。黑梦兄，我带你去见我阿婆和娘娘，他们见到你一定会很开心的，对吧？走。黑梦兄，你先坐一会儿，我去请两位下来。张天鹏，你是说他来了我们家？他在厅里，好像是跟东恩少爷一起回来的。你想干什么？你别乱来啊！我现在就要砍你奸夫！你别乱来，快把刀放下！你再说我就连你也砍！那你就把我也一起砍了吧！你以为我不敢？二爷不要！来人呐！快来人呐！二爷砍来了！快来呀！救命啊！快来人呐！砍你！而且娘娘，我们这次找到的是西米仓。西米仓，哎呀，这可是天大的喜讯呢！上天对我们张家真是太好了，哎呀，谢天谢地，谢天谢地！东恩，娘娘这次不得不对你另眼相看了。娘娘，我不敢居功，这次崖杀成功，还多亏张天鹏，要不是他带领大家，我们绝对无法找到那西米仓。张天鹏。怎么这个名字那么熟悉啊？不久前新洲药房来了个伙计，叫张天英的，那他们是兄弟。我问过张天英了，他说张天鹏是他哥哥。真的啊？事实真巧。娘娘，张天鹏是个顶天立地的好汉子，我很庆幸能交到他这个好朋友。我特别邀请他到我们家小住几天。张天鹏来了。没事吧？奸夫淫妇，眉来眼去是吧？我根本不知道东恩兄是你的侄子，也不知道这是你家。自从新州一别后，我再也没见过明珠小姐，请你别含水喷人。你以为我会相信你吗？没见过她，她怎么把钱送给你啊？你问这丫头，她可以作证。我受伤入院，的确有位大姐前来探视，但我根本不知道是明珠小姐在接济我，请你不要冤枉她。你不用再跟他解释，你走吧，请你走吧。
来，你帮他挡刀。你为什么要帮他挡刀？我现在开始啊！你过来帮他打，来，我要砍死你们！发生什么事？太太，二爷拿刀要砍人。来，二叔，把刀放下。这不关你们的事，这是我家务事，走开呀！来，再不把刀放下，我去报警。东恩，打电话报警。报警！这个野男人闯进我们家，勾引我老婆，你报警抓我！连我家人都帮你们讲话，继续啊！奸夫淫夫有没有看过？很精彩的，继续啦！滚开！小婶婶，你怎么样了？去看看二叔。东恩，发生什么事了？他把小婶婶砍伤了，无理取闹。你说我无理取闹？小婶婶自从嫁进我们家，从来没踏出家门一步，你竟然砍伤她，你良心哪里去了？你敢说这种大逆不道的话？你眼里还有我这个二叔吗？你如果还想我敬你是二叔的话，就请先自重。你别以为有黄家人撑腰就目中无人。好了好了。东恩已经今时不同往日了。怎么不同啊？还不是一个不知天高地厚的小混蛋。你可知道，他这次带队去牙沙找到什么了吗？那么快就灰溜溜的赶回来，肯定什么屁都没找到。哼，黄真娘还以为牙沙是玩泥沙的，真是异想天开。那你就错了。他不止找到新矿源，而且还是个西米仓。我刚听金花回来报告说，老太太高兴得不得了。她还说啊，东恩呢很有福气，一带队去牙沙就找到了西米仓。她说，张家以后的事业交到他手中，一定能大大的兴旺。你现在知道不能小看她了吧？一个黄真娘，已经让你连坐的地方都没有了。现在多了一个张东恩。就怕你连站也没地方站了，还在为那贱女人争风吃醋，没出息。我只说几句不中听，你就那么生气？人家连这二叔都已经不认了，你还不是得故意生的吞下去？你现在已经被黄真娘母子架空了，以后还不知道听多少风凉话呢。一个黄真娘，一个张东恩，哪还有我立足之地？快把你那个混黑道的弟弟找出来！你想要干什么？我要趁那个小混蛋羽毛还未长风，先下手为强。明珠，你有什么话说出来，不要闷在心里。
如果他刚才一刀把我砍死，那我就真的解脱了。小婶婶，我不准你说这种傻话。我真的不想再受这种煎熬了。小婶婶，我知道你心里很苦。如果你想哭，就痛痛快快的哭出来吧。不行，我不哭。你不是说了吗？我们女人动不动就哭，难怪被男人视为弱者。大嫂，可否请你替我转告张天鹏，说我没事。谢谢。娘娘，天鹏兄把他和小婶婶的事都告诉我了。头家娘，明珠小姐怎么样了？大夫说没伤到筋骨，敷了药后几天就能痊愈。头家娘，东恩兄，真的很抱歉，因为我的到来，给你们带来了麻烦。我想早点回去信州去看我弟弟，就不多打扰了。张先生，天鹏兄，请留步。没好好招待你，还请张先生见谅。听东恩说，是你带大家找到西米仓，也提到要分股份给你和3位先生的事。不，这事我绝不敢居功。不，东恩说的对。如果不是张先生，这次牙杀也不会如此顺利。东恩的提议我非常赞同，相信我的堂叔黄忠先生也不会有异议。今后还要请张先生助东恩一臂之力。东恩兄有用得着我的地方，我一定全力以赴。天鹏兄，这是我娘娘准备的一点土产，你带回去吧。好，那请代我谢谢头家娘。到了新州，请帮我问候天林兄弟。现在一想，你们兄弟还真是我的贵人。你弟弟在新州还帮过我兄妹一个大忙。那是我们兄弟幸运，能认识东恩兄和慧南小姐。当初我们初到新州，人生地不熟，幸亏遇到慧南小姐，介绍我阿弟到药房工作。我阿弟才不必随我到处颠簸。这是我兄妹和你们兄弟有缘分。东恩兄，明珠小姐与我不只有救命之恩，更是我此生无法忘记的人。我张天鹏绝不做夺人所爱的事，但是如果张广达再如此伤害明珠小姐，毫不怜惜地打她，我会不惜一切代价来把她带走。张天鹏真的说了这样的话？好一个张天鹏，他能说出这样的话，就表示他对小婶婶情深意切。嘘，这些话我只对你一个人说，千万别说出去啊！这些话太离经叛道了，传出去不只对天鹏兄不利，对小婶婶的处境也毫无帮助。小婶婶的处境哪有一天好过啊？哥，要是二叔和二婶再欺凌小婶婶，我们就叫张天鹏来带人走。这不太好吧？讨厌你！原来你也是胆小怕事、封建古板、见死不救之徒。再这样下去，我怕小婶婶是活不了了。
你知道小婶婶的心里有多苦吗？她说，她宁可被二叔砍死，也不愿活着受煎熬。不能这样。好，就照你所说的，如果二叔在欺凌小婶婶，我们就叫张天鹏来带人。好，我就收回我刚才那句“我讨厌你”。少爷，少爷，老太太请你去挑媳妇呢。乡下的亲戚知道老太太要过去挑孙媳妇，都争着要攀这门亲事，有的写信，有的还寄姑娘的照片来呢。你还愣在这里干什么？张少爷，还不赶快去慢慢挑、细细选？小姐，小姐，老太太也请你去帮帮眼。好啊。惠娘啊，你也来帮你哥看看。她是你姨婆的孙女，叫婉儿，今年17岁。我好几年前回乡下的时候，见过这个女孩子。那个时候啊，她才8、9岁，长得乖巧可爱。没想到几年不见，已经是亭亭玉立了。惠娘，你觉得她怎么样？我怎么说得准呢？得当事人说了才算。娶老婆的是他。东恩呐，我看来看去，还是觉得婉儿顺眼。你呢？我也觉得他挺好的。那就好，那就好了。老太太，吃饭啦。那我们就边吃饭边谈了啊！来。苦瓜，你在房里吗？进来吧。有人饭还没吃完就不见踪影，原来是躲到房里来了。反正你们谈的都不关我的事。怎么啦？苦瓜好像闷闷不乐。才怪！你要回乡娶嫂子了，天大的喜事，我高兴都来不及呢。唯心之论，你这个新时代女性不是最反对盲目婚姻吗？我反对有什么用啊？娶老婆的是你，你不反对就行了。你应该知道，我跟你是站在同一条线上的。我也反对婚姻大事由父母和媒妁一手安排。是吗？那到底是谁说？我也觉得他挺不错的。我只是不想扫阿婆的兴。那个姑娘确实长得不错，而且阿婆也说她聪明乖巧、知书达理，还煮得一手好菜。女红也人人称道。就怕你回到乡下一见到真人，连魂都飞了，恨不得马上抱回去，哪还管什么盲目的婚姻呢？你这只苦瓜真过分，竟然把我说得有如色中恶鬼一般。因为我不明白，既然你不赞成婚姻由别人做主，为什么还要答应回乡去相亲？明明就是嘴里一套，心里一套，口口声声说不赞成，心里却恨不得马上飞过去。阿婆说她年纪大了，这可能是她最后一次回乡。阿婆亲自开口要我陪她回乡一趟，我能不答应吗？总之，不管对方是貌美如花，或是知书达理，只要你这只苦瓜不点头，我谁也不娶。此话当真？不假。好，那就算是仙女下凡，我也不点头，让你一辈子都光棍。好啊，那等你想嫁的时候，我也不点头，你就当老客女陪我。陪就陪，谁怕谁？哥，哥，哥，一大清早找你哥干嘛？我想请他吃早餐，慰劳他这些日子的辛苦。小姐，少爷出去啦。怎么可能？他平时都睡到日上三竿的。少爷和以前不一样了，他变了，开窍了。他一早就起来，说要早点去洋行办公。阿菜说的对，你哥真的是开窍了。我干什么？我干我！哥，你们干什么？
退过来，准备赎金，赎人吧。什么事？哥被绑架了？怎么会这样的？怎么了？东恩被绑架了。我刚才给哥送早点的时候，看见他被人抓走了，他们还要我们准备赎金。那怎么办呢？阿好，快请老太太下来。不要惊动老人家。可不是，万一阿妈被吓出病来，你可要负责。我被吓得六神无主了嘛。二叔，我们该怎么办？这些黑道不过要钱罢了，破财消灾。你是辅导人家这种事，让我出面斡旋吧。好，那你去办。我保证，东恩毫发无伤的回来。娘，没事。姐夫，秀香的弟弟在黑道很吃得开，我拜托他出面斡旋，对方已经答应把赎金减到3000，钱到马上放人。好，你陪我到银行走一趟。大嫂，你不是说到银行提钱了吗？钱已经送过去了。哦，送到哪里啊？送去给你小舅子。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这也是我想问的。二叔，这里的空气好，我们下车呼吸新鲜空气，等真相大白吧。小子，辛苦你了。你不是二婶的弟弟吗？好眼力！你们张家狗眼看人低，不屑跟我这个大流氓来往。没想到你认得我，也好，至少你知道死在谁的手上。你想干什么？我想干什么？杀你！带动，谁动就砍谁！出马不义！来，给我走！
少少，你没事吧？啊？找那么多人来，什么意思啊？啊？真的希望自己猜错了，也希望这一切和你无关。东恩从小就叫你二叔。 你再狠再毒，也不会向自己的亲侄儿下手。但我错了，你不但指使你的小舅子绑架东恩，还要取东恩性命。张广大，你的良心被狗吃了！大少，你在讲什么啊？我怎么可能做出这种猪狗不如的事？你还想抵赖？ 你的小舅子全都招认了，他是猪头，你千万不要相信他，他是个无赖流氓，他常常伸手跟我要钱，我不给他，训了他一顿，他怀恨在心，嫁祸于我。张广达，你不要再狡辩了，童家娘就知道你一定撇清一切的，早就叫小马拿了钱给你小舅子，你小舅子拿了钱就是会照你的意思去做，你的意思就是把你的侄儿东恩给杀了，人证物证都有。 你等着跟你小舅子去坐牢吧！你还有什么话可说？把他抓起来！哎，放开我！大少，带他去警局。大少。 月光光，柔软却温暖，让幸福绽放。那些伤人的时光，都锁进。